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渴望能够发家致富，都渴望能够过上富人的生活，都渴望能够财富自由。曾经的我一无所有，在读书的时候看到自己的父亲辛苦的工作，母亲为了照顾我，就从一个教士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。我当时就发誓，我这辈子一定要致富，我这辈子一定要成为富人。那怎么样才能致富呢？致富有什么秘诀呢？今天这部影片，我将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一个最大的致富秘诀：穷则思变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穷不只是贫穷的意思，我们要把它理解为一个状态，一种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的状态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状态。一毕业什么钱都还没赚，就背上了学贷，就负债了，然后这个薪水连自己都可能养活不了，更不敢奢望养家活口了。我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成语来形容这个状态，就是山穷水尽。而思这个字可以是一个名词，我们可以理解成思想，但也可以是一个动词去理解为思考。而这个变字就是变化、变换的意思。这两个字点出了贫穷的核心，也直接告诉了我们摆脱贫穷的方法。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讲，你什么时候明白这两个字的真理，也就是什么时候能够摆脱贫穷的命运。而这部影片，我将会把我从这4个字里面的觉悟全部告诉你。这4个字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我就是其中一个。所以只要你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，你的命运也有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改变。但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资本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有缘人获得祝福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吧。首先第一件事，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进步，我们必须要思考古人流传下来的词语背后的哲学。我们要搞清楚古人留下来的秘籍，我们才知道方向，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我们整句话去理解一下什么是穷则思变，大家耐心的听因为真的会改变你的命运。穷则思变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贫穷，就要做2件事：思考和变化。有的人也会理解成思想上要有变化，但我认为变化不止在思想上，一切都要变化。道家思想是支持变化的，我是如何得知呢？因为道家的哲学就是顺应自然，而自然就是变化的。这个世界一切都在变化，变化才是永恒。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去研究这些古人流传下来的词语呢？因为研究这些词语就是在思考。一切的古语能够流传至今，是肯定有背后的哲学在里面的，不然是不会到现在也为人所知。而大部分的人之所以贫穷，就是因为他们不会去思考这些哲学背后的原理，只知道老师告诉他们片面的意思，大道至简。其实古人已经把成功的秘籍告诉了我们，只是我们小看了这4个字的威力。词语可以救人，也可以害人。我一直都很喜欢讨论这些有深度的东西，但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复杂。但事实上，真正能帮助到人的利器，就是藏在这些简单古语背后深奥的哲学。我告诉你，人类其实是被词语、语言操控的。从很小的时候，你周围的人、社会就开始给你的头脑进行语言、词语的逻辑编码了。有的人的脑袋被编码了大量负能量的东西，这样的人就缺乏笑容，他们的人生应该是灰暗的。但有的人比较幸运，他周围的人给他编码了大量的正能量、阳光的词语与词汇在他的脑袋里，他思考问题的方式，他的逻辑思维会是正面的，他的人生自然也会越过越好。词语有神奇的描述与引导人的力量，你若用错了词语和语言，就会伤害到自己。当大家明白了这门终极哲学的时候，你如果从现在开始重新对自己头脑里的词语、语言进行编码，只吸收阳光的正能量的词语，就会改变你思考问题的方式，也会改变你的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。词语可以救人，也可以害人。你拥有一个正能量的词语在头脑里，你就可以过上好的生活，过上正能量的生活。而如果是负能量的词语在你的头脑里，你就过不上好生活。这就是改变一个人的终极法宝。而第2件事，就是要思考自己
己到底处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里。其实穷人和富人是一个相反的东西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把穷人的一切反过来做，就是富人了。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思维，穷人与富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思想上的差别。你是什么样的思想，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。人要转变很简单，不是看你有多少学历、多大的背景，而是看你从何时转换你的观念。穷人缺什么？我为大家归纳一下：穷人表面上缺资金，而其实本质上缺野心，脑子缺观念，有机会也不去了解，骨子里缺勇气，改变呢缺行动力，事业上缺毅力。当我们知道了这些以后，我们就应该有意识去训练这些东西。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借用别人撞得头破血流的经验作为自己的经验，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是非要用自己撞得头破血流的经验，他们认为这才叫经验。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花很大的精力与金钱去观察这个世界，而穷人只知道低头干活。穷人喜欢抱着过去不放，拒绝新的观念和挑战。每个人都有退休的一天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退休后的保障。聪明的人会不断的给自己的脑袋增值，就算年纪大了，依然也能赚很多钱。比如巴菲特，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赚钱能力下降，相反，这些靠脑袋赚钱的人年纪越大，经验越丰富，赚的钱越多。其实我们做生意的人不在于出来创业的时间长与短，而在于顿悟的早与晚。做人也一样，有的兄弟干了10几年，手上才几十万美金，这就是纯粹不会做生意，没有开窍。生意人每天都应该反思，争取领悟到一些什么，而不是日复一日没有变化。之前的影片也提到，人生的成败往往就在于一念之间。佛法当中讲善护念，比如我愤怒的打人、吵架，养成严重的后果，起因可能是微不足道的，而改变人生的轨迹，也许只是随便交往了一个人，或者看了一本书。富人就是不知满足的人，不断的去追求。洛克菲勒讲，尽一切可能的获取金钱，然后尽一切可能的施舍。贵就贵在能够脱俗，不与众人谋划，不干众人都干的事情，自然就贵了。贫就贫在小见识，一个人贫穷就是因为小见识，没头脑。观念成就，见就见在没有骨气。人必须要有骨气，说到做到，完全靠自己去做成一件事的人，不要指责别人。只要问题解决不了了，永远是自己的错。你认为你有可能，你就有可能；你认为你不可能，一切皆不可能。当你将信心放在自己身上时，你将永远充满力量。喜欢计较眼前的人，就会失去未来。富人靠资本赚钱，靠知识致富，靠学习改变。我们人这一辈子不是别人的楷模，而是别人的借鉴。别人看不起你，很不幸；自己看不起自己，更不幸。我们穷人要翻身，就没有理由讲辛苦；我们穷人要翻身，就没有理由讲兴趣。不断的做工作吧，智者创造机会，强者把握机会，弱者等待机会。就算机会来了，弱者也把握不住，因为平时他没有准备好。我一直都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，宁可被人笑一时，不可被人笑一辈子啊！吃别人所不能吃的苦，忍别人所不能忍的气，做别人所不能做的事，就能享受别人所不能享受的一切。真正想进步的人，必须不断的否定自己的价值观。穷人会否定富人的价值观，因为穷人认为富人说的都是错的，所以穷人肯定不会按照富人说的去做，所以就穷了。社会里面，高层的人要是去到社会底层的圈子里，他会全身的不自在，他也会认为周围的人都是错的。同样的道理，社会底层的人去到社会中高层的世界，也会认为大家都是错的，而他自己是对的。但社会底层的人没有想过，如果他是对的，他为什么不是高层的人呢？他为什么没钱？为什么没权？如果高层的人是错的，为什么高层的人是官、有钱、有权？原因就在于不同社会阶层，他们的价值观是互相抵触的。所以如果你想往上爬，其实也蛮简单，就是不断的否定自己的价值观，并且接受高层的价值观，你自然就会爬上去了。而接受高层价值观最有效的方式，就是向已经成功的人去讨知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最赚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读书。因为你只需要花点小钱，就可以直接买下一个成功伟人的一生精华。这些伟人都已经把他们成功的秘籍总结到书里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花时间自己没有方向的去摸索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要摆脱贫穷，但你的人生没有任何方向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，因为只有知识才能改变你的命运。这也是我举办长
常进个读书会的原因。我要把读书的门槛减到最低。如果你不懂选书 ，OK， 我帮你选。如果你看书会犯困 ，OK， 我们找声音好听的讲给你听。我将会跟一些专业的主播每周2天15分钟的时间，用音频的方式为大家解说100本能够改变我们命运和正能量的书籍。如果你不想浪费上班途中的交通时间，如果你感到身边太多负能量的时候，就可以打开手机开始听书。这短短的时间不但能够提升你的能量，如果你持之以恒的话，你将会很快的看到你和身边朋友之间的差距。坚持3个月左右，你将会明显的看见你自己的进步，你将会超越他们，领先他们，你将会过得比他们好。但我考虑到这是不够的，向上流动还需要一个正能量的圈子，富人的圈子。所以加入读书会以后，你还可以加入我们 Facebook 精英群组。为什么要为大家开一个群组？除了让大家互相认识和进行思想上最高层次的交流外，我想强调的是，这精英群只会收阳气重的人，阳气重的人更阳光，更愿意付出，更努力，积极向上。这是一种定位，不是什么人都收，我们只对接神人，只对接天生能量强的人。如果你们的人生已经错失了很多，你想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我建议你们可以点进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，马上加入我的读书会。好了，另外我必须要澄清一点，我上面所说的把富人的一切反过来是有先后顺序的。太多的人想要变富有，他们看见富人去打高尔夫球，他们也去打；他们看见富人送小孩去私立学校读书，他们也把自己的小孩送进去；他们看见富人买豪车买豪宅，他们也借钱去买豪车买豪宅。他们以为富人做什么他们也做什么，富人拥有什么他们也拥有什么，他们就富了。不能说你错，毕竟也有很多人因为改变了外在的物质条件，也让他们获得富人的心态和境遇，比如很多的公众人物都是这样做的。但如果你们不是想要成为这类人，就要聪明一点，学习富人这东西是有先后顺序的。你要先学习富人购买足够的资产，然后累积这些资产，让这些资产为你带来被动收入和现金流，你才可以有足够的资本去学富人玩这些东西。不然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，你只会还是一个穷人，甚至反而更穷了。这是典型的东施效颦。就如同有些人想身体健康就买健身卡买健身器材，开始的时候有新鲜感，控制好饮食，但他们去了几次健身房后，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去了，开始大吃大喝的，在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结果身体很快走样。其实想要身体健康，根本不是控制饮食，也不是买健身卡的事情，而是改变健康思想和观念的问题，而是改变生活习惯的问题。所以不是要先去学富人买豪车豪宅，还没学走就先学跑，而是应该从思想和观念层面认识清楚财富的真正含义。记着，如果拥有的是穷人或者中产阶级的思想与观念，去做着富人做的事情，那么始终只能拥有穷人和中产阶级拥有的东西。简单指明一下如何成为富人，就是学习管理与金融经济学的知识，是最快成为富人的途径。至少你能知道金钱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。没有知识的沉淀，就算你中奖了，最多也只能是一个暴发户，你也守不住财富。那第三件事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，顺应自然，不断的去变化。我很喜欢研究犹太人啊，因为全世界最有钱的民族就是犹太人。而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呢？我发现原因就是当年的犹太人太穷了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，没有自己的土地，他们没有办法，只能靠自己。然后他们就会想，到底该如何去赚钱这个问题，想着想着，他们就成为了这个世界最富有的民族。这就是穷则思变的想法，但这是不够的。当你愿意改变的时候，那应该怎么去改变呢？2个字，学习。我们上面给大家讲过，读书对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多重要，但其实读书只是其中一种学习的方法。当我们的思想因为读书而改变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开始学习能帮助我们能够改变命运的技能。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人，当你不懂得学习的时候，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
当你停止学习的时候，你也就停止了成功。所以全世界最有钱的人都是爱学习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欧洲也有一个国家让我非常感触，就是瑞士。瑞士是欧洲最小的一个国家，而且常年有积雪，是非常寒冷的一个地方，也没有任何可用的资源。但是现在瑞士呢，里面的每个人都非常的富裕，人均的财富高达65万美金，是全球最高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也就是因为4个字，穷则思变。曾经的瑞士也跟犹太人一样很穷，因为太穷了，没有资源，所以就要走出自己的国家。他们去了其他国家学习，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啊，就去跟德国人学习。大家都知道德国的机器设备做得非常的好，于是这些瑞士人就跟别人学习如何去创造机器设备。但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自己国家没有钢铁啊，于是他们就把其他国家的钢铁运回来，然后开始做机器，做着做着就青出于蓝了。他们做的工艺甚至比德国的更好，他们把这些机器运出去卖钱，这样就让他们赚到了第一桶金。这也是贸易，是以前的人赚钱最依赖的方法。可是这些钱太难赚了，因为整个过程太麻烦了，要把这些钢铁运来运去的，金钱的成本不说，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就很吃力。于是他们就想有没有其他赚钱的方法呢？他们又开始学习了，他们就向英国学习医学，所以现在瑞士拥有全球前4大医药公司。虽然瑞士他们没有自己的原材料，他们就从外地经购这些医疗器材，然后就开始去做药品。很多国家所用的疫苗都是瑞士的，因此他们就赚到了第2桶金。但后来他们又去想，虽然不用运钢铁，但运药品也是很麻烦的啊。于是他们就再一次去学习，他们开始去向那些懂得做手表的国家学习，开始做起了手表。而这次他们只需要在家里面开一个小作坊，就可以做出一个品牌了。我们今天谈到手表，我们都能想到的品牌，不管是第1名的百达翡丽、江诗丹顿、劳力士等等，这些顶级的手表80%都是瑞士品牌。他们发现在家里面做一个手表，也只需要提一个箱子，就可以把手表卖出去换钱了。但是瑞士人赚到了很多钱以后，他们依然没有满足，因为卖手表也要运来运去啊，他们始终没有解决运输的问题。于是他们想到了问题的根本，就是贸易本来就是要运来运去啊，所以他们决定转型了。于是他们又开始学习去做金融业。瑞士现在整个银行业是非常发达的，现在所有人几乎都在从事银行业，因为他们把客群放在高端客户，他们在向全世界最顶尖的富豪理财。瑞士的银行业成为了全球最顶级的银行业，然后瑞士的人均收入也是全球最高的。换句话讲，瑞士为什么这么有钱？那是因为他们在不停的学习。其实大到一个国家，小到一个人，每一个人真的要不停的学习，学习真的太重要了，真的。人要活到老学到老，今天的我每天还在学习。当你们不停的学习的时候，你才有可能真正的改变你的命运。那有很多人说，老师我应该学什么？很简单，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学什么。如果你想学修车，你就直接去找最顶尖的修车师傅，跟他学修车。你想要创业，那你就去找那些最顶尖已经创业成功的人去学习创业，你就跟最会赚钱的人学习该怎么赚钱。你想要学投资，你就要跟最会投资的人学习投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自己每年也会花大量的金钱去学习，去参加培训，而现在我之所以能够跟你们进行灵魂上的交流，顺便赚点钱，就是因为我当初参加了小船的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。这个课程的门槛并不高，所以我很推荐每个人参加，尤其是现在一无所有，想要透过创业去改变命运的人去参加。为什么要学习在 YouTube 创业呢？因为 YouTube 现在是走在移动互联网这个风口上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运营的成本，也就是说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利润。因为是创作行业，也不怕将来被人工智能所替代，也没有地区和语言的局限性，大家可以随时的工作，甚至在旅行的时候也会为你带来被动收入。所以我很推荐每个想要摆脱上班生活的人，先从自媒体开始创业。基本上小船的课程就解决了大部分关于 YouTube 操作上的问题，有不懂的也可以在小船的 Facebook 群组发问，大家也可以在群里面得到很多成功的 YouTuber 的解答。我能把这个课程推荐给大家，
是因为我本人也参加过。如果你们想要摆脱打工的日子，想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，不想再浪费时间了，大家可以先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，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免费的网络研讨会，大家可以先试听一下。我建议大家，如果现在报名参加的话，可以用到链接里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格，能够节省不少钱了。很多人说年轻是本钱，但不努力就不值钱，不奋斗的青春意义不大。而赚钱呢，其实并不难，只要找到一个好的项目，比如入兔创业，死磕2年，100万、1000万富翁都很简单。天上最美的是星星、月亮，还有嫦娥；人间最美的是真情，比如爱情，与父母之间的感情，兄弟之间的感情，团队之间的感情。但是你若没有金钱、爱情啊，父母之间的感情啊，同事之间的感情啊，大概你都体会不到。当年我没钱的时候，我是拿出自己几乎100%做兼职赚回来的收入去学习，才造就了今天的我。记着，学习才能成长，成长才能有成果，真的要不停的去学习。你也可以免费的在 YouTube 学习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确保自己不会错过关于创业、投资和赚钱的一些资讯，这样的你才能改变命运。记着，穷则思变，一变则通。好了，希望大家有所领悟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今天这部影片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你可以分享给你所爱的人，和他们一起努力，和他们一起奋斗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我们不见不散。